皇帝巡游江南，带回一名女子。嘻嘻，就是我。皇后一见我就白了脸，将皇帝拉到一边。不行，他是妖。皇帝扶开他的手，面露不悦。妖，你越发荒唐了。若不知该如何母仪天下，便去佛堂再抄千遍女戒。深夜我潜入佛堂，肆意嘲笑。师妹，你接的法只是祸乱朝纲，怎地做起贤后了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佛堂外当值的太监宫女全去了夜宴上凑热闹，室内一片寂静，显得我的笑声格外刺耳。你嫁给他7年，助他肃官场、治水患、平江乱，将气数将尽的大宴操持得像是能再撑个10载8载。师妹如此处心积虑，莫不是爱上他了？皇后垂手立在香案前，一笔一画抄写女戒。自我进来，连眼都没抬过，只在听见最后一句时，手下一顿，墨在宣纸上洇开，留下一片前功尽弃的黑暗。晚风吹得烛火微微摇晃，佛堂中的菩萨像没入阴影中，看不清面容。陛下为师姐在摘星阁大摆筵席，你不去饮酒作乐，怎么来我这寻晦气？皇后若无其事地将染污的宣纸放在一旁，语气古井无波，眼底却是掩不住的神伤。没出息的东西，早跟他说过，九色鹿这种祥瑞根本不是做祸国妖后的料，老娘这样倾覆过3朝的赤尾狐才是专业的。我们妖兽本就是修士里的底端，流芳百世的天庭任务是想都不要想了，只能检点遗臭万年，别人不要的漏。他还非要跟我抢那道法旨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如今又得我来擦屁股，罢了，看在这回成了便能飞升上仙的份上，擦就擦吧。我扫了眼师妹黯然的脸，撇撇嘴，当我是你啊，千年修为陪一个男人过家家，他也配？我溜出来前拿诗集捡了个纸人陪那昏君慕容尽，俩人正搂着吟诗作赋呢。倒不是我顾及师妹的少女心事，我修的是逍遥道，最忌6根不净，得与同男子同修才好。昏君身上是各种各样的脂粉气，还夹杂着一股鹿味，依损我道行。师妹啪地把笔撂下，别装了，狐狸里，你向来懒得管闲事，愿意接手我这烂摊子，不就是想来见见老乡好吗？我愣了，哪一个？他也愣了。7年前救了你的书生呀，你不是为他来的？我更茫然了。哪一个？扮成无助的民女是我的惯用伎俩，实在想不起他说的谁。他崩溃了。探花郎裴衍，如今的首辅大人，以为我不知道你俩的破事吗？好像是有个叫裴衍的，不错嘛，小子。与我春宵几度后，还能心智不乱，高中探花，没同其他人一般10岁之位一头扎进花楼里。估计早不记得我是谁了吧？师妹无力地摇了摇头。师姐既领命于上界，我无话可说，但好意提醒你，裴衍是朝中清流，群臣之首，想要亡了大燕，得先过他那关。我忍住一个白眼。用你说，我怂恿末代皇帝们杀尽忠臣良将时，你还在山头啃草皮好吗？还要当心贵妃，她是陛下的白月光。师妹声音减弱，麻木地新铺开一张宣纸。贵妃宋莹原是先太子之妻，慕容尽的嫂子。师妹正是幻化成与她相似的模样，才得了慕容尽的青眼。慕容尽篡位后，先太子被他关在不见天日的地牢，去年郁郁而终。宋莹本来哭闹着要随先太子而去，被及时赶来的慕容尽拦下，带他看了挂满他画像的御书房。宋莹长叹一声，连夜入宫，从此6宫粉黛无颜色。师妹被他扣上用巫蛊诅咒皇帝的帽子，禁足至今。连师妹的娘家曾助慕容尽夺位的陆氏一族也被宋莹寻了个由头，满门抄斩。呸！给昏君做贤后，活该！我冷冷打量师妹比我印象中消瘦3圈的身形。陆荣啊陆荣，等我位列仙班，千万别跟人说你是我同门。宋莹早遣人来请过皇帝，一会说贵妃头疼，一会说脚痛，一人挨我一耳刮子打发了，狐假虎威都不会，当什么妖后？师妹闭了闭眼。我是想说，
他还是你死对头崔天师的高徒，你在他面前谨慎些，免得被识破腰身。崔天师，差点搅黄我前3次亡国祸水任务的崔珏。师妹，刚才是我大声了点，我当你单纯的小脑瓜是这个烂摊子里最烂的，没想到还有更烂的。不过崔天师隐居蜀山，轻易不现世，宋莹只懂些简单术法，你不要引起他怀疑就好。我吱呀拉开门，打断师妹的絮叨。听见崔珏的名字我就头大，老娘的九尾断了3条，就是折在他手上。被别的九尾狐叫老六的伤害有多大他知道吗？话说那老不死的天师早就可以白日飞升，为何还在凡间闲逛？门外月光如水，丝竹管弦夹杂着嬉笑，遥遥从摘星阁的方向飞来。我若有所思地自语，如此良夜的确不该独自度过。背后传来书册掉落在地的声音，我转过头，对了师妹，宫中哪里20岁左右的童男子多些？滚啊！我被慕容晋封为丽妃，很直白，我喜欢。如果是皇后就更喜欢了，但我不着急，着急的另有其人。从我入宫，皇帝接连30日没有上朝，日夜与纸人颠鸾倒凤，不知天地为何物。反正御书房中积灰的书那么多，破了我就再捡几个。慕容晋看我的目光日益沉迷，觉得我博古通今又百依百顺，真是为他而生的妙人。爱妃似乎比之前憔悴了些，是不是朕太不知节制了？他修长的手指勾着我的发梢，笑得玩味。我笑不出来，他是吃上了。我天天饿着，偌大的后宫，别说童男子，除了慕容晋没一个带把的。前殿倒是有侍卫，但不是在列队就是在站岗，无人落单。再加上我秉性文雅，他们一点书卷气没有，完全不合我胃口。这样下去不行。逍遥道，我一点不快活逍遥，如何得到？临近的满月之夜，最宜阴阳调和，我必出宫加餐。朝臣们偏偏这时候盯上了我，蝗虫一样的折子涌入勤政殿，恳请皇帝保重龙体，以国事为重，同时踩我一脚，说我是粗鄙轻贱、玷污玉床的妖女。我掏掏耳朵，距离我覆灭前朝已过去200余年，咋骂我的话还是这些？文坛没有进步吗？首辅裴演带头上书，称南有涝，北有旱，逢此多事之秋，皇帝更应励精图治，而非沉湎私欲。慕容晋天生不是个好皇帝，他母妃早亡，也不受父皇重视，收养他的妃子身份低微，一直利用他来争宠，还任他被宫女太监作践。他带着满腔恨意和怨怼登基，当晚便把自己长大的宫殿付之一炬，养母与宫人无一活口。此后更是掏空国库，大兴土木，过得荒淫无度，以弥补受尽冷眼与欺侮的童年。若非他勉强听得进陆荣的话，大燕如今该是起义军四起，大厦将倾之象。见慕容晋看完裴演的上书后，眉头紧锁，我伸出手臂环住他的脖颈。枕头风，轮到我吹了。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，天南海北都要陛下事必躬亲，还留着满朝文武做什么？慕容晋的瞳孔有一瞬的涣散。赤色九尾狐是狐族媚术最强的，但我们也不是无中生有，只是千百倍的将人心中真实的好恶放大。他捶了捶额角，将裴演的折子丢给侍立在旁的太监。哪年没有旱涝？告诉裴相，这种小事都需要朕过问的话，大燕人才济济，他不如辞官让位。朝臣们的非议被慕容晋杀鸡儆猴似的口谕压了下去，妃嫔们的怨言又起来了。以宋莹为首，拿着贵妃的范儿没事找事，昨天叫我去请安站规矩，今天断掉我宫中吃穿用度。然而慕容晋像在我这儿扎了根，他的伎俩全变成烂在手里的臭棋。宋莹急了，今日是谁的生辰？陛下忘记了吗？他一身素服，楚楚动人地等在我和慕容晋从御花园回来的必经之路上。慕容晋立即扬手，叫撵停下。宋莹的视线与我相碰，唇角扬起胜券在握的弧度。去年今日，慕容晋用本该拨给受饥灾民的抚恤银，为他燃放万支孔明灯庆生，册封他为贵妃。次日便有见风使舵的宫人向宋贵妃告密，称皇后以巫蛊诅咒皇帝。
宋莹泣不成声地恳求皇帝给陆荣留个全尸。慕容进大概是顾虑陆荣的贤厚名声，最终只把他禁足中宫。真相如何不重要，皇帝想信谁才重要。慕容进对他的偏心由此可见一斑。和宫风向调转，只知有贵妃，再不知有皇后。但他忘了，见异思迁之人的偏心，还不如我捡的纸人长久。贵妃，见到你朕突然记起，皇后被禁足有1年了吧？既没有确凿证据，掌管6宫之权便交还皇后。明日起，你们照旧去请安。慕容进放下手，叫辇妇又抬起。轿帘滑落的一刹，宋莹惨白的脸尽收我眼底。走出老远，慕容进才被太监支支吾吾地提醒，今日是贵妃生辰，去内务府寻个玛瑙珊瑚送去便是，这种事也要朕费神。天子的语气里是毫不掩饰的不耐烦。短短1年，如此落差，宋莹会发疯，我预想到了，但我没想到她这么疯，直接买通粗使宫女来做掉我。多庸俗的手段，看来宫斗也没有进步，手段庸俗但成功。我的纸人惨遭暗算，所以第2天我红光满面的准时出现在中宫请安时，他尖叫着跑出去了。跑吧，跑回宫就会发现粗使宫女七窍流血的躺在他被窝里，我还给熏了香呢，让氛围好一些。恕我直言师妹，你要能学到他一招半式，大燕早亡了。我嗑着瓜子感慨。陆荣瞥我一眼，你气色比前日好许多，难不成对侍卫下手了？我可听说崔天师觉察朝中有异，指不定以动身来京。我愤然站起，瓜子皮哗啦啦掉一地。你怎么这样想我？你提醒过我要谨慎，我会这么鲁莽吗？嘿嘿嘿，当然是出宫下的手。昨夜是满月好不好？勤勉如我，不会浪费任何一个修为大涨的机会。起初有些曲折，京中宵禁，只有平康坊歌舞升平，可烟花柳巷之地哪有童男子？我沮丧地打算回宫，街角处却有间客栈，门窗大敞，窗边一位书生打扮的青年，负手远眺，那模样，说是天人下凡也不为过，浑身还散发着山中泉水的清冽之气，是顶顶好的鸳鸯。我打了个响指，一阵妖风卷起，落花缤纷飞舞，雅极了。青年本能地眯了下眼，再睁眼，面前就是咬着下唇的我。公子，我丢了盘缠无钱住店，可否借宿一晚？然后你又是了拂衣去，让他觉得不过是一场春梦。陆荣的语气将信将疑。不然呢？不然他不得缠上我。我是吃过亏的。当年勾搭裴衍时，他的清冷眉眼和温柔缱绻着实叫人流连，我便随口捏造了身世，白日里也同他腻在一起。他郑重其事地将传家宝给我说，高中后便来提亲也就罢了，还好死不死托我去三清观祈愿，和路过的崔珏撞个正着。幸亏我以断尾化作人形跌下山崖，再加上哭喊着还我娘子的裴衍，缠得崔珏脱不开身，否则我就得交代在那儿。从此双休之后，都是一口迷魂烟了事，便捷、安全。好再来，比如昨晚那位，我必再来。没办法，太补了。他绝非一般的凡人书生，大抵是哪座仙门的天才少年。不光面若谪仙，布衣之下端的是骨秀神清，人家还会在客栈等你。而且如今宫里宫外多少双眼睛粘在你身上，你莫坏了大事。陆荣嫌弃地摇用锦帕抹去我嘴边的口水。又来了。有时我都佩服慕容进，以他烂泥一般的心性，能和我师妹这种凡人的不善良的陆举暗齐眉好几年。我与他同在碧霞山修行时就不对付。也是，他是象征海晏河清圣人现世的瑞兽，我是象征天下大乱君昏沉暗的妖兽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那就不聊了。我冷笑一声，你在教我做事？那修士身上我放了追踪铃，至于朝臣非议更是家常便饭，他们的非议声还得再响些，想到天下恨世到不公之人都揭竿而起才好。所以师妹，你的后位该让给我了。慕容进的反应倒令我意外，
他甚至不如陆荣平静。后卫，他喃喃复述，盯着我的双眸，幽深如寒潭。头一次没有情欲的温度。爱妃这么舍不得朕，夜夜同榻还不够，故去也想与朕同穴而眠吗？他半开玩笑，似是拒绝。对媚术有抵抗了。我挥挥衣袖，室内以你的幽香愈发浓郁。怎么？难道陛下不想与臣妾在泉下也能相见，以夫妻之名永留史册？我扭身坐他腿上，不依不饶地坚持。慕容静眼中重新染上薄红，眸光逐渐迷离。好，多依你。看看，教唆恶人作恶，就像呼吸一样简单，只要不在乎他死活就行。然而其他人没这么好糊弄。废陆后、立胡后的声音一出，首辅裴衍当即反对。陆氏一族曾托举慕容进这个无实权无宠爱的皇子登上帝位。陆家被宋营构陷时，裴衍也为之竭力奔走，却终究抵不过慕容进一个杀字。仅存的陆荣更是宫内外皆知的贤惠宽厚，为后7年并无过失。而我是个来历不明、狐媚惑主的妖女。朝臣们跪倒一片，大道理颠来倒去的讲，全是良言，可劝不住该死的鬼。这些都在我意料之内，也告诉了慕容进如何应对。为后7年仍无子，就是他的大过。慕容进一句话堵住一半大臣的嘴，另一句堵住剩下一半。裴相好大的官威，朕数日不上朝，竟不知臣子都听你的了。朕的小庙容不下你，做个自在的乡野匹夫去吧。朝臣们的嘴堵上了，天下人的悠悠之口难堵。嫔妃们掺着极度惊愕的怨言更是不断发酵。慕容进想要避避风头，暂且搁置立后之事，我没意见。皇后不皇后的与我如浮云，我要的是民怨沸腾，人心动荡。既如此，陛下带我去行宫逛逛吧。宫里的女人瞧我一个个跟乌眼鸡似的，特别是宋贵妃。我委屈地摇着慕容进的手臂。其实宋颖老师挺久了，但我可不是那名是非讲道理的九色鹿，甩锅给他不需要理由。慕容进也被大臣们为了裴衍以退为进，涕泪横流的求情烦得头疼，和我一拍即合，顺便将宋贵妃降级为宋贵人，责令迁居冷僻的永巷。废后的争议还没过去，由幸行宫的圣旨一下，连皇亲国戚们都坐不住了。如今大燕天灾不断，而国库空虚，不少藩王的封地被洪水倒灌，或者因暴晒皲裂，都无钱无粮救急。而他不仅偷摸建了座行宫，还要在这当口去那儿吃喝玩乐。行宫嘛，原是为迎接宋营建的；银子嘛，是从浴血奋战的镇远军的军饷里抽的；工人嘛，是从修黄河隘口的壮丁里抓的。陆荣当初劝阻慕容进修建行宫时，训诫了宋营几句，为此深陷以巫蛊诅咒皇帝的无妄之灾。哎呀，你看这是闹的！半山腰的壮美宫殿，四季常暖的汩汩温泉，留给我来享受喽。可惜不方便把那修士带上，最近我一得空就溜出宫找他修炼。好在他修为尚浅，扛不住迷魂烟模糊记忆的功效，只当是一场又一场甜梦。好在他还会在京中待一段时间。不出意外的话，等昏君妖妃在行宫骄奢淫逸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，我就喜香香回来了。出意外了。华丽的马车刚出端门，便举步不前。慕容进的老皇叔为首，带着上百名大臣及宗室子弟跪了一地，黑压压的看不到尽头。陛下在此时游幸，置天下万民于何地？罢黜裴相，废贤后立妖妃，又置前朝后宫于何地？老皇叔须发皆白，声嘶力竭的高喊。比他还显眼的是，后侧直挺挺跪着的一个人，身姿如竹，面容似玉。啊，好久不见，裴衍。有一说一，我真中意他，也真搞不懂他。当年天天念叨文人笔、战士刀，笑称自己读尽圣贤书，便要管进窗外事。我若有朝为官作宰，定为生民立命，为万世开太平，也为姑娘争得诰命夫人做一做。眼睛亮晶晶地说这句话的裴衍，与郊外神色木然、眸光暗淡的人重合。慕容进骨子里的阴鸷短视，
大燕从里到外、腐朽到外的机制，他应该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。西南方的起义军建成气候，首领是声名在外的仁德有为，另谋高就的机会我都送给他了，怎么仍在这死磕？心还没被昏君寒透是吧？慕容进被当众拦阻，勃然大怒。书王是要逼宫吗？裴炎你又是什么东西？区区一介草民，立后之事也是你配管的？逼宫的罪名压下来，百十号人鸦雀无声。有胆小的悉悉索索往后挪，让出御道。谁会想当出头鸟？若是我要管呢？一道不怒自威的男声自众人中传来，有点耳熟。我将车窗掀得更高些，劲风般的压迫感扑面而来，激得我手臂上的汗毛根根竖立。说话人身姿飘然出尘，一袭月白色道袍，墨色长发散落如瀑，脸上却半覆着骇人的驱邪面具。天杀的，果然冤家路窄，崔珏还真来了。我连忙拉下车窗，无意中对上窗外一双睁大的眼，裴眼死水般的眸子直愣愣盯着我。对视的一刹，眼底翻起滔天巨浪。他攥紧衣摆的手倏地收紧，仍止不住浑身颤抖。可既如此，对大燕心灰意冷的最后一击就由我送他吧。周身妖气一直被我用术法抑制，放下都冒上的面纱，我壮着胆子推开车门。慕容进已经下马，不咸不淡地喊了声崔天师。天师生就半仙之体，降妖除魔，游走于天地人三界，人间帝王也要礼让三分。天师好兴致，不再数山上清修，反倒管起红尘事来了。慕容进桃花眼挑起，语带讥讽。崔珏面具之下的视线掠过他，意有所指地落到我身上。凡人争执，我自不会插手，但有妖现世就另当别论了。老皇叔浑浊的眼一亮，颤巍巍扶着下人站起。天师是说丽妃是妖？怪不得，自他进宫，皇帝日夜耽于享乐，不理朝政，原来是妖女误国，还请天师为民除妖。其他人纷纷义愤填膺的附和，高呼妖女该死。他们针对皇帝上谏有所顾忌，把帽子扣到我的头上，可不用手下留情。嗨，要不说这种任务没人接呢。慕容进被这阵势吓退了一步，看我的眼神多了分冷意。狗皇帝，别人喊两嗓子，他就当自己是被妖物蛊惑的明君了。唯有裴衍西行几步，挤到慕容进和崔珏身前。人命关天，陛下明鉴，待查清丽妃是人是妖后再处置不迟。崔珏的实力他是见过的，当年三清关的山门被崔珏一拂尘劈碎，乱石纷飞中，我被震下山崖。此刻他虽满腹疑惑，却仍怕万一慕容进默许崔珏出手，我连句分辨的话都来不及讲。唬唬我呀，都有点不忍心伤害他了。老皇叔诧异地看着裴衍，你这是何意？不是说好要力劝皇帝不得废后，你怎替妖女说话？我趁热打铁，眼中泛泪，呜呜咽咽地跪倒在慕容进脚边。皇叔和裴相搬出天师来，亦是一心为了大燕。贱妾不过是小小民女，若能为陛下圣明而死，也是死而无憾。裴衍一怔，老皇叔也呆了，辩解的话都说不利索。你天师不是我们请来的，陛下，天师在此纯属巧合啊。慕容进最恨被人胁迫操控，一把将我拽起，紧搂入怀，逆着汗如雨下的皇叔和欲言又止的裴衍，嗤笑一声。与大臣宗室结党都不让你们满足了是吗？还要把世外高人也请来？朕看皇叔是在京中太闲，举家去守祖陵吧。至于裴衍，既然做庶民都不能安分守己，字面上刺字永世见吉，明日流放西南。裴衍出城时，9月末的汴京竟纷纷扬扬地飘起雪。昨夜我潜入天牢，想抹去他脑中与我的就是我是妖。我坦诚相告，指尖寸寸抹撒过他脸上鲜血淋漓的伤口。他轻颤了下，却未退缩。我知道。裴衍抬眸，没有情绪的视线撞进我眼中。也对，哪有长相一样声音一样7年面容不改的凡人？哪有被崔天师穷追不舍出手就是杀招的凡人？果然很聪明呢。
指尖悬在他额间，不舍得停了停。姑娘若抹去我7年前的记忆，我对姑娘就只剩下恨了。他甚至弯了下唇角，语气似是提醒，又似恳求。我不懂，就是要让他只剩下恨啊，否则他怎么随着起义军攻入皇城，命前锋一刀砍下我这个腰后的头颅？到时我圆满升天，顺手送他个1等功，皆大欢喜吗？大燕气数已尽，裴公子之才惊天伟地，自有得遇明主，大展宏图之日，不必记得前尘种种。天机不可泄露，我只能言尽于此。裴眼探究的目光在我脸上逡巡，半晌后干咳一声：姑娘与我也是覆灭大燕的一步棋吗？当然不是。是就好了，是就不用替你考虑来日，直接抄家灭族了事。裴眼猝然抬眸，眸中星光点点，脸上突兀的浮现笑容，扯到了伤口。那就不劳烦姑娘了，我想记得。莫名其妙，我收回指尖，来日下不去刀，被人夺了头功，别后悔。我迈出牢门时又被他叫住，当心崔珏，他定是为姑娘而来的，跟我师妹一样，竟说些让人想死的话。陆荣已经把中宫腾了出来，因为慕容敬执意立我为后，大臣们一日与他唱反调，他就一日不理政，也不许臣子们上朝，一副天下是朕不管了，你们也不能管的做派。整个大燕朝从上到下陷入瘫痪，谁有责任心谁先服软。大臣们拗不过，终于松口，立后诏书顺利颁布，我入主中宫，陆荣降为容妃。我俩除了嗑瓜子的位置互换了下，其实也没啥变化。他站在廊下，伸手去接淅淅沥沥的落雪。裴炎走了，你接下来怎么办？找修士？我说崔天师进宫了，你要怎么办？哦，没辙，凉拌。陆荣急得撂蹶子，我也急。王朝兴衰有定数，大燕朝217年零12天，一天不能少，一天不能多，给我们的时间只剩1个月了。死对头偏偏此时进宫，害我束手束脚。幸而宫外有裴演这个活招牌，大燕建国之初，广开恩科，不论士农工商，皆可读书入仕。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，是世人最大的向往。如今清廉爱民的裴相得此下场，一路从北往南，脸上丑陋的疤痕便凉透天下人的心，而这些人心流向之处，便是天命所归。西南起义军不出所料的势如破竹，半个月便打过了黄河，驻扎在枫林渡口。裴演也快到那里，只要他向首领事成，定会被奉为座上宾。京中得大乱了，到时守将豪与起义军里应外合，直捣黄龙。我在宫里团团转，怎么才能在崔老道眼皮子底下搞事情？皇后娘娘，出事了！太监奔进殿内，脸上围着白布。京中爆发10疫，陛下也染上了。宋贵人夜观天象，说是有妖邪作祟，妖邪是容妃。我乐得拍大腿，天助我也啊！大乱这不就来了吗？等会，妖邪是谁？是容妃娘娘，陛下刚下旨将她打入冷宫。崔天师去了三清观说法，要等他后日回来定夺。太监气喘吁吁地回话，我用尾巴尖想，都知道这又是宋莹借刀杀人的把戏，还妖邪，我看他像个妖邪，真是想不通。在慕容敬眼中，陆荣应该只是宋莹的替身吧？宋莹入宫后，陆荣又彻底失宠，他到底在破防什么？要恨也该恨我呀，只敢捡软柿子捏是不是？我匆匆赶到皇帝寝宫，宋莹正跪在榻前，言之凿凿地称容妃是妖邪所化。自陛下娶了她，官场贪腐，水患成灾，边疆动乱，大燕再无宁日。这一桩桩一件件虽被他化险为夷，却也成就了他的贤名。他刚降为妃，起义军就打着朱昏军郑朝纲的名号过了黄河，不是摆明说废后是昏庸之举吗？此次10疫更是蹊跷，臣妾分明见有凶星落在容妃宫殿上方，陛下不速速杀之，恐怕回天乏术。他自顾自巴巴，全然不见慕容敬一面如金纸。你先出去，叫朕想一想。
他烦躁地挥手，紧闭双眼。宋莹与我擦肩而过时，连理都没行，满脸写着压根不认我这个皇后。无所谓，我只关心慕容进的身体，他可不能有事。他只剩一口气，也得给我活到起义军攻破京城城门、生死国灭那天。但病来如山倒，他高烧一夜，次日便是油尽灯枯之象。傍晚时突然说饿了，想吃容妃做的八珍粥。我脑中警铃大作，回光返照。别啊，祖宗！这离天定的亡国之日还差10天呢。师妹端着八珍粥赶来，一勺一勺喂给慕容进。他时而清醒，时而糊涂，一会管师妹叫阿荣，一会又对着空气喊娘。师妹拂开粘在他脸上的乱发，下定什么决心似的看向我。师姐，其实我很多年前就见过他。我知道，慕容进9岁那年第一次参加秋猎，猎场中闯进一头通体雪白、有9色花纹的小鹿。见多识广的皇叔一眼认出，激动地拍手大叫：“是9色鹿，是天赐祥瑞！快捉住他！”逐鹿中原是每个帝王都爱听的吉兆。皇帝大喜，高声下旨，射中的皇子便是朕的储君。小小的慕容进冲在最前面，与澄净的鹿眼对视的一瞬，他拉弓的手却顿住了，甚至鬼使神差地侧过身，为他挡住自己背后2哥4弟的视线。我那时便知，师妹抢走法旨是想回报当年的一瞬善念。是，他看中我是因为我幻化的与宋莹相似，可是师姐连她自己都没察觉到。御书房里的画像，只有第1年那些是宋莹，其余的鼻尖有痣，全是我的模样。师妹轻轻将慕容进放回枕上，望着我的目光中满是祈求。她借皇后之名匡扶大燕已是胡闹，如今竟想动用灵力为慕容进续命，不可能！我断然拒绝。丙戊月乙丑日是大燕军死国灭之时，无人可以改变。但我之前不是帮他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吗？千年对于天道也不过弹指一挥间，让一个凡人活到寿终正寝，不做亡国之君又能怎样？陆荣大声与我争辩，神情是从未有过的急切。治理得很好，苟延残喘和政通人和，我还是分得清的。我甩开陆荣，扯住我的手。下一位皇帝是会名留青史的明君，新朝将给万民带来100年有余的和平繁荣。他多活1天，那样的日子便晚来1天。师妹，你到底是世人的祥瑞，还是一人的祥瑞？往常太监宫女穿梭来去的寝宫，如今由于时疫，只剩下我和昏睡的慕容进。工人们感叹帝后情深，我连面罩都不戴就近前伺候。他的额头比昨夜还烫，眼看要熬不过今晚。这病来得太古怪，混账的崔珏，该出现时他又没影了。骂走师妹的我有多理直气壮，现在就有多心虚。用灵力给慕容进吊住一口气，好像是唯一的办法了。崔珏进宫后，我一直低调做人，连溜出宫找小修士双修都没敢。进补没进到，还要倒贴。丝丝缕缕的灵力被我汇入慕容进的天灵盖，越看越肉疼。无论如何，这次都要事成飞升。老娘再也不接这种狗都不要的任务了。后悔，刚才不该骂师妹，让她掏空灵力救慕容进多好，顺道让她也听一下慕容进口中那个故事的下半段。陛下跟我讲这个，是想说如今君临天下是善有善报？他鲜少跟人提起过去，我有些困惑。慕容进闻言大笑，他说父皇对他放走9色鹿十分愤怒，连带着母妃也受了斥责。母妃胆小，竟一病不起，撒手人寰。收养慕容进的妃嫔也时常拿这件事戳他脊梁骨，说他是储位送到跟前也抓不住的废物，克死母妃的不祥人。朕只恨不能重来。慕容进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否则定会将那头畜生一剑封喉，扒皮拆骨，陷于父皇脚下。曾经的不忍是真的，现在的悔恨也是真的，就像他爱过宋莹是真的，爱过陆荣也是真的。今又如何？我额前沁出薄汗，慕容进才悠悠转醒，把了把他的脉，够呛撑半个月，估计还得再倒贴他一回。心里太苦了。
我嘤嘤地哭了起来。殿外站着的太监们也跟着红了眼圈，嘀咕胡皇后虽然奢靡跋扈，但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女人。好女人3个字是对我这种狐狸精的羞辱。我当即抹去眼泪，催动灵力搜索追踪灵在哪。纵然有1000年修为，偶尔也需要懂我的人抚慰。正巧崔珏去了京郊的三清观，不会来扰我好事。追踪灵离我很近，就在皇城正门口。太棒了，天道还是站在我这边的。慕容静，你苟住，我速去速回。刚到皇城正门，就和崔珏的车驾迎面碰上。到底能不能占我一次天道？有完没完了？皇后娘娘深夜独行，是要去哪？让我恨得牙痒的声音从容地自车中传出。崔珏赖在宫中不走，就是为了等我露出狐狸尾巴，再一举将我拿下。此刻绝不会轻易放过我。我扯出僵硬的笑，小幅度后退。东西丢了，随便找找。崔天师路途劳顿，早休息哟。什么东西，直到娘娘亲自找？她不紧不慢地追问。是这个吗？车内响起一阵银铃叮当，仿佛炸雷落在我耳边。聪慧如我，已经意识到发生什么了。完了，我肯定是把崔珏的得意门生给睡了。硬着头皮钻进车里。崔天师高洁出尘，与他不用避讳人间的男女大防，何况我也不是人。然而车里只有他一个。坏了，是不是那修士被他关起来问罪了？在天敌面前胡搅蛮缠，只会死得更惨。我选择直接道歉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是你弟子，以后不找他了。崔珏的脸隐在面具下，许久无声。哈哈，无言以对了。真诚果然是必杀技。我伸出手，想取回他掌心的追踪铃。崔珏手掌一合，追踪铃引入他掌心不见。声音沉闷。那以后找谁？啊，管太宽了吧他。反正不碰你的人，说到做到。我竖起3指发誓。崔珏似乎极轻地笑了声，目光烫得渗人。狐狸里，你就这么厌恶我吗？倒不是厌恶，就是那种心有惭愧，本能想跑的感觉。我第一次遇到崔珏是800年前，他好神秘，好高冷，好吸引我。那时我刚下碧霞山，属实不太像人，面具都没扒，先扒裤子，扒下来才看见天师的金印明晃晃挂在腰带上。替天行道，涤荡妖魔8个字亮瞎我的眼。我倒抽一口凉气，面露难色，掉头就跑。结下梁子也是我应得的，毕竟哪个捉妖的不会想把扒了自己裤子的妖挫骨扬灰。可我看你前些日子明明很欢喜。崔珏咬牙切齿地靠近，危险地抬手。我退无可退，脾气也上来了。你弟子盘量调顺，年轻殆尽，我能不欢喜吗？同时在袖中掐指成诀，随时准备逃命。但他的手只是摘下了自己的面具。车窗半开，马车慢吞吞地行驶，朦胧的月光洒进来，狭小的车厢内一片死寂，唯有我脑子嗡嗡。骗人的吧？为什么崔珏和那个修士长得一样？他活了800多年甚至更久，不应该很老吗？所以他戴着面具，只是不愿让人看见那张令人想入非非的脸。天道，我不是很想继续这个任务了，现在就降下雷劫劈死我行吗？听见了吗？吱一声可以吗？天道。哦对，慕容静染上10亿了，不过我用3成灵力吊住了他的狗命。宋莹污蔑陆荣是妖邪，幸好慕容静尚存一丝人性，没完全信他。哎，你怎么收一个那样的女徒弟，对捉妖半懂不懂的？人尴尬的时候，就会试图打破尴尬。我控制不住的叽里呱啦。崔珏的眉头越皱越紧，听见最后一句打断了我。她不是我的徒弟，那只是表面身份。她是下凡历劫的神女。我哑巴了。不是。慕容静这后宫是什么洞天福地？乍一看娇妻美妾扎堆，近一看神鬼妖狐开会。宋莹是骊山神女，下凡历经贪嗔痴之苦后即可飞升上神。她与先太子青梅竹马，少年夫妻，却遭遇政变，阴阳两隔。她与慕容静是明月与沟渠，
被慕容进的痴情感动后屈身再嫁，却发现曾仰望自己的卑微皇子早不再把他当唯一。他恨陆荣，恨他窃取本属于自己的皇后之位，恨他一个替身却在慕容进心中分量更重，更恨自己一手好牌最后落得满盘皆输。我听完就是羡慕。我吭哧吭哧修行千年，覆灭四朝还没飞升上仙，人家攒点情商就飞升上神了。我提议，神女能出手治下10亿吗？我记得大燕王国主要因人祸，没有生灵涂炭的瘟疫啊。崔珏比月光还冷漠的目光扫过我。你不要岔开话题。800年了，我只想问问你，当初为何露出那般神情就逃？到底对我哪里不满意？我向崔珏坦白，那只是被天师金印吓得魂飞魄散。我那时还不到300年修为，那种恐惧，那种慌张，你能懂吗？我结结巴巴地指手画脚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似乎放下了很久的心结，终是点点头。罢了，你在客栈的确不思作为。话音未落，脸先别扭地转向另一边，从耳朵到脖颈都红透。气，除就是除，还浪费我好些迷魂烟，10几个零食一根呢，真是。早说对你没用不成吗？喂，正是别忘了，叫神女治下10亿，我可不想再给慕容进输灵力了。我伸长脖子盯着他，崔珏垂眼，浓密的睫毛在面上落下浅浅的影子。某些旖旎的画面冷不丁划过我眼前，我疼得坐直身体，和他拉开距离。崔珏并无察觉，语音仍是淡淡。他不记得自己是神女，而且在凡间术法有限，未必能救治10亿。我提前从三清关回来，是因为嗅到飞的气息。改朝换代时，常有凶兽趁机作乱。飞，上古凶兽，如牛但有蛇尾，所过之处颗粒无收，天下大异。我沉思间，多人的脚步声由远及近。天师救命！天师救命！有妖出现在冷宫屋檐上。御前太监尖锐的喊叫几乎刺破我的耳膜。冷宫，凶兽与瑞兽天生犯冲，怎会去师妹的居所？肯定又是宋营的阴招。我们赶到时，冷宫已被禁军里3层外3层的包围，密密麻麻的羽箭直指屋檐。院中立着面露喜色的宋营，和被3、5个太监架着才将站住的慕容进。檐上一边是牛身蛇尾、张牙舞爪的怪物，浑身散发黑烟般的瘴气；另一边是已现出原形的师妹，陆身包裹在耀眼的银色锐气中，道道伤口触目惊心。陛下，我就说容妃是要挟，她方才趁四下无人潜入寝宫，就是要害您。快放箭啊！宋银一副自己受了冤屈的模样，不停地求慕容进下令。不可放箭。慕容进比我离开时气色更好了些，但被眼前的景象彻底搞昏了头。那头鹿是阿荣，那头九色鹿。他着了魔似的低语，一步步蹒跚向前。宋莹又惊又怒，失态的尖叫：你瞎了吗？他是妖啊！那凶兽是带来旱涝瘟疫的飞，就是他招来的。你仍是舍不得杀他。飞的体型比师妹大数倍，根本不把九色鹿放在眼里。碗口大的蹄子威胁地刨了刨地，让开！改朝换代时本就血流成河，凡人命如蝼蚁，分卸住我修炼天道，尚且睁只眼闭只眼，你管什么闲事？师妹舔舐了下腹部的伤口，又抬起头，以断了半截的鹿角指向对方。京中染疫之人每个时辰翻倍增长，若放任飞四处横行，难以估量将有多少人为之丧生。苍天啊，这是什么烂得出奇的烂摊子？没人给我帮忙就算了，竟是天赌的。你说句话呀！我一推袖手旁观的崔珏，他心领神会地掏出拂尘，先说好，我可以除妖，但飞带来的瘟疫只有他自己能治，不能度化他吗？不会。我一阵胸闷。天师对恶妖有多么残暴，今天我又加深了领悟。慕容进已走到檐下，距离师妹不过几尺。九色鹿转过头，眼神温柔，似是宽慰他。慕容进猛地夺过禁军手中铁弓，一箭破空而去，口中呵呵道：朕再不会失手。朕就是天命之子。九色鹿瞳孔陡然放大，
前腿被羽箭扑得贯穿，闷声跪地。非瞅准时机，俯冲过来。太难了，我真的太难了。赤色狐身乍现，我纵跃上屋檐，挡在九色鹿面前，朝慕容进摆尾嬉笑。睁开你的龙眼，老娘这样的才是要挟。慕容进没有睁开龙眼，他白眼一翻绝过去了。两任皇后都不是人的打击，确实挺大。其余众人全部被崔珏抹去记忆，一挥拂尘，哪凉快哪去。非因我一句话刹车。道友，想不想成仙？我蛊惑地弯起眼。他乖乖消去瘟疫和导致饥荒的旱涝，半信半疑地跟我确认。几天后真有雷劫啊！他修为将近万年，只差一道雷劫就能飞升，但作恶太多，一直等不到机缘。我讳莫如深，不然我在这干嘛？信我没错的。那晚陆荣与我作别，羽箭本不可能伤到他，我凑近才发现他的灵力已所剩无几。你还是去救了慕容进。我喉咙口鬼火直冒，恨不能再给他一剑。九色鹿一瘸一拐地起身，头也没回。他现在撑得过10日了，渡劫需要全力以赴，省着点用灵力吧你。如云似雾的银色光晕腾空而起，往起义军来的方向去。他们兵临城下之日，无数人看见九色鹿在云端现身，这是除旧布新，明军将出之象。城门不攻自破，宫门早早大开。我和胡言乱语的慕容进被扭送上了摘星阁。他已经疯了，每日就是躲在御书房，一张接一张的画像，有时是美人图，有时是一只鹿。阿荣会来救我的，我今天在角楼上看见他了，他是来救我的。慕容进在五花大绑里挣扎，很不习惯地跪在地上。我烦不胜烦。天上乌云翻卷，眼看要有一场雷雨。飞趴在摘星阁对面的宫墙上，望望天又望望我。我用胳膊肘捅捅旁边的军士，裴衍在你们军中吗？他是我故人，可否见最后一面？军士正与他人耳语，被我打断，没好气地道：裴义士刚已殉国，你的命被他保下了。裴衍并未跟他们一起攻进皇城，只在城破时望京而败，口称一朝烟尘一世烟尘，自刎殉国。他协助起义军联络京中将领，条件有3：不伤百姓，留下皇帝的体面和皇后的性命。我气得两眼一黑，迂腐至极。我是妖啊，他们怎么可能伤到我？还有辅佐新君位极人臣的青云路我都给他铺好了，殉哪门子的国？随便吧，爱谁给我一刀把这头功领了。老娘赶时间。天师！军士突然转身朝阶梯处拱手，来人仍是不染纤尘的姿态，略略抬脸。将皇帝带去奉仙殿吧，你们的首领已为他备好免服鸩酒。军士迟疑地看我一眼，这有我在。崔珏简短地打消他的疑虑。半空中有闷雷炸响，我现出原形，从绳索中挣脱，戒备地躲开崔珏老远。你要干嘛？我灵力受损，得全力硬抗雷劫，不能再承受一点捣乱了。乌云聚集在摘星阁上方，闪电照得眼前乍明乍暗，隆隆雷声落下。我好像听见崔珏说：“送你上去。”霎时间天昏地暗，我被人裹在怀中，卷进飓风风眼，一个接一个冒火星子的雷擦着皮毛劈过。恍惚中，似乎看见身穿皇后礼服的宋莹点燃了坤宁宫，大哭大笑着葬身火海。歪七扭八穿着帝王冕服的慕容进被灌下鸩酒，满地打滚地喊阿荣救我。很快我觉得自己失明了，又失聪了，苦胆都要吐出来时，浑身一轻，仙气缭绕的南天门赫然呈现眼前。怎么不拦着点？天地就快湮灭，让2个祸国殃民的妖兽上来多晦气。等候的仙官愁眉苦脸地数落崔珏。崔珏转过头朝我挑眉，一脸看吧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乐意成仙的表情。飞活蹦乱跳着，散发焦香。他没被劈死，我还蛮意外的。飞轻蔑地朝我打个响鼻，我这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路子，你懂什么？何况这次是骊山神女做法引我出世，要怪也怪不到我头上。仙官总算正眼看我们了，别瞎说，管好你的嘴。
天帝的侄女也是你能污蔑的。背后霞光又亮，仙官堆着笑迎上前，神女辛苦了。是扶着额头的宋莹，一见我就板起脸，都怨你和你的蠢货师妹，全被你们毁了，害我失魂落魄，没赶上雷劫，白历劫一趟。他好像本该被慕容锦爱慕一世，如褒姒一般被他捧在手心，却始终无法讨好，以泪洗面的病逝。这下飞升上神暂时没戏了。他又一指飞，我在骊山的荷花塘缺一个离地的，就你了。飞被他用七彩绳拖走时，还在冲我大吼：该死的六尾狐，这就是你说的天上的好工作吗？我吓得两股战战，不知等待自己的是什么苦差。好在狐狸干不了什么实在活，我被分到文曲星君的宫殿内做低级仙娥。他不久前也下凡历劫，已经返回天庭，先去了天地处协理事务。殿内空空荡荡，我每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好不自在，就是一直找不到搭子修炼。天庭等级森严，妖仙不太受待见，何况天地大限将至，我又身负覆灭四朝的恶名，还是别乱晃惹闲了。等新任天帝即位再说吧。听闻在那之前，天庭事务都由文曲星君暂代，我可以继续躲清闲了，嘻嘻。非得知文曲星君刚正不阿，就把神女的劣迹一笔笔记在小本本上，边给我看边发誓要参他个底朝天。我才懒得管闲事，早就神游天外。师妹成了碧霞山的大师姐，要不哪天下凡去找她续就好了。再看看文坛有没有上什么可口的新人。找新人？你还是对我不满意？崔珏不知何时站在榻边，像是已经听了很久我和飞的闲聊。飞一溜烟不见，我心虚的别过脸，并不是我喜新厌旧，主要是知道对方是崔珏后，有点心理阴影。别的不说，他过去每次抓我都像下死手啊。对上他刨根问底的认真神情，我心里一凛，糊弄道：一不如新人不如故，故人更好，故人更好。崔珏修长有力的手指抚过我的脊背，你这么上进，不修到上神怎么行？凡人阳寿有限，天上地下只有我这个故人能陪你长久。呵呵，800年的龙井茶变的吧你？但他说的不错，我无法反驳，只能闭眼装睡。殿外的水晶风铃叮叮作响，星君终于回来了。我和崔珏齐齐转头，谁说天上地下只有你一个故人？似曾相识的温润笑容蓦地闯进眼眸。姑娘，好久不见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